大家可能知道，如果你在中共国的任何医院住院，你会不会有一件最痛恨的事？如果有，你是国内的人，你可以给我写上什么痛恨？住院，就是早晨6点钟左右，那你医院就開始查房，哪個醫院都是。早晨6點鐘左右，人睡得最香的時候會被叫醒，然後你要等很長時間來一個醫生或者 N 個醫生到你床頭問問你病情感受，看看病歷歷時1-2分鐘，這醫生就走了。但是你在被叫醒、等待和他問的過程中，把你最香甜的睡眠都毀掉了。生病住院不是為了養病嗎？那你不是需要更好的休息嗎？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中共國所有的大醫院醫生都會幹這種最招人討厭和痛恨的事？就我國內的朋友問我說，你懂得多為什麼？我還真不知道。命好我正好有一個在國內挺著名的3甲醫院的朋友現在當院長了。我就問他，原來是外科主任，結果我就發現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黑幕拿他給我信息，我就去查了一下人工智能，然後發現這裡面有一個中共國創造的奇蹟中共國真的創造的奇蹟先跟大家說一下，全世界所有的重要國家，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朝鮮在內，大醫院早晨起來都不是必須查房的，都不是6點鐘都把病人叫起來等着醫生檢閱，讓醫生喪失最美好時光。全世界明確所有醫院這麼幹的只有一個國家，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明白嗎？那為什麼會這樣呢？醫生比你還苦，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生跟全世界的醫生也不一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生是什麼？是標準的牛馬不是蘇聯學來的，不是蘇聯，一會兒我講你就知道了。最開始有蘇聯學習經驗，後來就不是了。為什麼？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除了公務員，剩下包括事業編和央企的國企的員工在內，絕大多數人都是中共的奴隸，是牛馬，醫生也不可能置身事外。所以中共國的絕大部分醫生為什麼跟全世界不一樣？不是腦力工作者，是高負荷流水線的體力工作人員。中共國的醫院也不是以治癒患者為重心的，而是以賺錢效率和行政效率為重心的。比如說中共國3甲醫院正常的一個主任醫生，他的每一天上班的工作時間表是什麼樣的？上午門診，中午手術，下午手術，晚上會診，夜裡寫病歷，其他時間參與教學、科研工作、應付檢查、行政考核、開行政會議等等。所以儘管上班的制度不一樣，但是中共國的醫生本質上都是超越996或007的工作狀態。所以早晨6點查房不是醫生自己想的，他也喜歡睡懶覺，有時候工作到1-2點他也想多睡幾個小時。但是中共國醫院高負荷的醫療體系，剛才講過了，上午從8點開始4個小時門診，他除了6點鐘以外，在之前呢7點他要看所有今天要做的手術的資料，6點以外他就沒有其他時間固定可以用來檢查他看的病人。國際公開數據，中共國3甲醫院的主任醫師正常時間上午4個小時門診病人的數量，平均近5年都是在60人左右，多的你們能想到多少嗎？上百人。下午會有 N 場手術，這是慣例。此外，一般的這樣的主任醫生還管理15到25張病床的住院病人。高峰期管理的病人因為要加床會在30人以上。絕大部分国家都不說西方發達國家，就是泰国、馬來西亞這些国家，一個類似的這樣的職位的醫生一整天也可能只有10個左右的門診，甚至都沒有手術，管理的病人一般也只有10到15個，就這醫生還說累呢，國外的醫生。
所以国際公開數據，中共國醫生每天的工作量基本是歐美醫生工作量的5到6倍以上。當然，不僅是醫生，護士也一樣。國際上大部分國家的互換比例是1比4，也就是一個護士看4個病人。中共國3甲醫院的互換比例是1比30左右，一個護士看30個病人。那為什麼會這樣呢？很簡單，因為中共國把絕大部分應該給醫療的，也就是社會福利的相關費用、財政支出都用來維穩，做無效固定資產投資或償還債務。中共國真正用於社會福利的支出比例只有正常國家的1/5或者更低，醫療支出也在裡面。這就導致中共國即使很多醫院名義上是公立的，結果都只能靠自己的錢來養活自己。中共國絕大部分公立醫院的財政撥款只佔維持其基本運營費用的10%左右，剩下的所有費用都只能是醫院自己去病人那裡掙錢。這就導致中共國的醫院一個公立機構本質變成了自負盈虧的企業，全都自行創收。而且由于中共國對老百姓買好的政治因素，在醫療體系中制定的國家價格管理制定的掛號費用強制制定的很低，這些掛號導致它的費用跟醫生的智力資源貢獻度完全不匹配。而每一個醫生又自己要保證自己有絕對醫院安排的收入指標，所以一個醫生一天看100個掛號的病人，他也掙不多少錢，那只能進行什麼？大量可以提供高收益的檢查和手術來彌補這部分，導致醫生可以在醫院中達標，擁有基礎的收入保障。所以中共國大部分醫生就只能進入到一種多收病人、多檢查、多做手術的惡性循環中。那這種模式，全世界除了中共國，連前蘇聯和朝鮮都是沒有的，絕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特色。所以即便如此聯合國公開數據表明，就是中共的獨創，就這麼忙、這麼累、這麼瘋狂，都已經這麼拼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醫院醫生的平均時薪每小時掙的錢竟然仍舊是全世界最低水平。所以呢，報告原文說，中华人民共和國醫生在用搬磚的體力邏輯，在醫院賺取腦力工作的收入費用，全世界最低時薪，能想象嗎？中共呢，為了在政治上的維穩，醫生都要對其管理的病人進行安全負責責任，開會，所以醫生也怕，所以他只能在一天中唯一自己能夠掌控的6點左右的時間，把所有看的病人都親眼看一遍，盡可能讓醫療風險降低到最低，並且重點去了解一下今天要做手術的這些病人。大家明白嗎？其實他跟你一樣不想，為什麼你在中國住院會這樣？就跟我上次講的生育一樣中國共產黨把全世界不管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2種不同體制，但是放到社會福利上的費用全他媽給用了。社會主義低價格、低保障、全民醫療、全民服務；資本主義高福利、高待遇，但是國家拿挣的財政收入去補貼，中共全沒有。中共國的醫療體系完全市場化、資本主義化，國家不給錢，全讓從病人手裡掙，醫生就不得不實施標準的流水線搬磚模式。那醫院為了維持生存，只能讓醫生多檢查、多手術。所以每一個醫院的過度醫療和病人的冤枉錢，都是所有去醫院的病人必須承擔的東西。所以我那個哥們跟我講早晨睡覺這個事兒，
這根本就不在醫院能夠考慮和解決的这種問題的範疇裡，太小了，小得無法計量。每一個中共國的醫生，特別是3甲呀、2甲這些醫生，拼命的流水線在這幹活，有的醫生一天要做10幾台高度相似的手術，沒有任何時間去做真正的醫學研究、病理研究診療方法的研發或者診療標準的創新。中共國的醫生大部分都是極度熟練的手術工匠，竟然在國際交流中有中共國的醫生一年做的手術數量比別的國家醫生一輩子做的手術台數都多。那又為了滿足現在目前中共給的醫院的醫生的官僚晋升體制，所以医生們還得拼命的炮製各種論文，那絕大部分現在只能抄襲和拼湊，構建假結果然後發表。這就導致中共國現在醫學論文的數量這幾年都是冠絕全球的，絕對數量世界第一。跟這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幾年在所有能夠改变醫學臨床實踐的重磅領域的研究上，全部都是歐美醫生或研究小組做出來的，中國一個都沒有。然後在中國的醫院體系這種模式下，劣幣驅逐良幣。因為大量中共的高校學醫學的年輕人，不管剛進入還是沒進入，在醫院體系看到這種極低收入產出的模式，自身條件允許都不幹了，出國或進到什麼研究機構或者企業，但是不會在醫院任職，而不得不留在體制內的那些醫生，沒其他路子的，都是很缺錢或者沒條件，最能熬，最能順從官僚體系，最擅長在灰色地帶尋找補償的。所以中共國真正的醫療體系中的核心人才，未來能夠帶領醫療體系向上的人才，現在這幾年我那哥們跟我說，3甲醫院的院長說嚴重的塌陷，說這是整個中國醫療體系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真正的人，好的人才年輕的根本不進來。那這些東西都出現了，中共國大部分醫院還處於年年虧損的狀態，因為越來越杯水車薪的財政補貼和中共國政府幹的規定的 DRG、DIP 醫保制度以及藥品拼命壓價的集採制度，所以讓這些醫院為了自己的生存，都不得不在病人身上更不擇手段的做文章。講到這兒，大家就想一下，早晨6點鐘查床還是大事情嗎？其實不僅僅是生育、教育、醫療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在民生領域中的資金都是能不花就不花的，因為本質上中國共產黨從來不在乎中國人死，你歷史上已經無數次看到，他就故意害中國人死，大量的死，幾千萬上億，死了也沒有嚴重後果。所以現在維持民生那是中共的面子工程，中国共產黨要幹的是把這個國家所有能賺的錢都握在自己手裡。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堅定做這個節目，要推翻這個流氓政黨的最核心的原因。我覺得華夏這個大地上這個人老百姓被奴役的時間夠長了，可是文明已經進步到了今天這個時候，這塊土地上應該不需要再存在這麼一個以奴役人民為自身生存基礎的獨裁體系了要不然真的是这個土地上太大的一個恥辱了，好吧，沒辦法大家知道就行，就沒辦法你知道你也沒辦法別再痛恨醫生了，他比你還慘下面講今天最核心的一個內容，一個趨勢的變化。事兒沒有那麼恐怖落地不了，但是這個趨勢特別恐怖我一直跟大家講，經濟越來越差，老人越來越沒人管，烏鴉嘴嘛這些年中共的養老社保體系都是靠中央政府的資金劃撥支撐的，
但是呢，確實社保這個池子流出去的管道太粗了，池子裡盛不下水，中共社保、中央政府都支撐不了現在養老，所以中共這幾年大家也看得見，玩命的剝削民众，拿錢來填養老啊，延長養老社保交納的時間，延遲退休啊，也就是享受社保时間更短啊，創造完全沒有用的個人養老保險啊，讓大家交，強制所有人交納沒有任何標準使用條件的什麼失能保險啊，強逼所有靈活就業者必須交納職工社保等等。但是講過了，流出的池子管道太粗了，這點進來不能滿足，怎麼辦？最近一個大事，中共頒布了迄今為止養老體系最狠的一個法規。2026年4月29號，中共國的民政部、發改委、工信部、自然資源部、住建部、農業農村部、衛健委、廣電總局、體育總局、中國殘聯、全國老齡辦等11個中央部委聯合發布了關於推進互助性養老服務發展的意見，這是作為正式的政府法規形式發表的，屬於上位法的範疇。這個法規是啥意思？大家可以看看內容啊，自己看。也就是中共11個最高層的部委聯合，要在這個國家推廣一種叫做互助性養老的方式，來幫助中國的老人養老，感覺還是不錯的。接着看細節，按照法規解釋，互助性養老指什麼？社區、村鎮或鄰里的居民之間相互扶持，為老人提供自願性、非盈利性的養老服務，裡面包含具體3個內容。第一，叫低齡老人幫助高齡、失能、獨居困難的老人。第二，社區工作者、樓門長、村幹部、農村小組組長等要成為互助養老的區域負責人，提供探訪、助餐、助潔、助行、助疾、代買代辦、尋醫送藥、精神慰藉的服務。第三，農村全面推行互助幸福里、互助幸福院，把現行的鄉鎮敬老院、農村型幸福院、閒置學校等都變成互助養老社區。3點邏輯很清楚，就互助養老的實施人員誰幹？主要群體低齡老人。那中國什麼叫低齡老人啊？在過去中共的文件中沒有明確的概念，有2次不同的文件，一次說低齡老人60到69，一次叫60到74。所以低齡老人目前在中共的体系裡下限很清楚，60歲以上就低齡老人了，上限不知道69還是74。但是就這些60到70歲左右的老人要幹嘛？負責對高齡老人進行養老服務。那具體給他們提供幫助、監督、支持的是誰？是社區的工作人員、樓門长或村幹部、農村小組長。那實施的地點呢？城市應該在原有的養老場所，農村呢，在新建的集中的叫互助養老社區。法規明確了時間節點，叫2030年，全國具備完整互助服務功能的城鄉社區養老服務體系，覆蓋率不低於目前全國所有範疇的70%，高於70%，不低於就是高於。大白話啥意思？就是60歲了，不管你是不是退休，只要沒到70或74你先不能休息。中共有個法規叫半強制性的，為什么叫半強制？你表面說叫自願的，但是你要不自願不识抬舉，那麼估計你所在地區的村幹部、農村小組長或者社區工作人員、樓門長，那就有很多辦法煩你了他有很多辦法讓你怎麼也得示意自願一下。自願幹嘛呢？去照顧高齡老人，而且这種照顧自願2個字，非盈利性，不能掙錢。也就是你照顧過程中，如果你花了成本可以報銷，可是不讓你掙錢，你白幹的。照顧的对象是你家附近高齡、失能、獨居、困難老人，也就是特別容易死的這波人。中共給的時間點是2030年，在全國70%以上的地區，70%以上地區把這個事要推廣開，牛逼吧？一邊呢，中共每年花幾十萬億幹着完全不產生經濟價值的基礎建設投資，一方面呢，對這些財政
社保都不兜底的老人放养自助去養老，把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推给社会了。中共又一次创造了世界奇迹。现實中，這種低齡老人照顧高齡老人的樣板，在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有過，只不過這些國家的模式跟中共現在做的有超級本質的區別。也就是這些國家在幹這個之前，全部都由國家財政背書成立了，叫什麼？生產力價值銀行。且對於這些銀行的運營，這些國家都有明確的立法。比如日本這種叫志願者勞動力銀行，瑞士叫時間銀行等等。那在這些銀行中有一套極其熟悉的互助时间券機制，不僅是低齡老人，任何人都一樣。有人有訴求，銀行掛，那你就可以根據國家給的訴求去照顧，照顧完了獲取國家給予你的叫时间分，記錄到时間銀行卡裡。這些时間分可以你存起來，將來老了自己用，也可以轉給居住在其他國家其他地區的父母或親人。在使用這個銀行時間積分的時候，比如說你給你爸爸了，你爸爸在另外一個城市，你需要去照顧他你用时間分換的，但是那個城市沒有合適人員，則政府指派相關人員實施對使用積分的老人進行照顧。跨地區的政府來負擔，政府承擔。這麼做實際上是什麼？就是為了養老付出的勞動力就有了一個真正交換的基礎。付出勞動力的人員在國家法律和信用的保證下，完全不用擔心銀行積分使用時候出現的各種失信問題、違約問題。中共創造的條件沒有這個前提，世界首創。中共既沒有在任何法規中確定提供勞動的低齡人員應該有勞動力收益，也沒有在這種公益行為中出現任何解決意外問題的方案和責任，更沒有國外類似體制裡國家為付出的勞動者在他們需要養老服務時兜底方案。中共國幹這個事兒，表面上其他國家都有都行，我們就模仿，放屁，就是完全把國家應該承擔的養老責任全面推向社会，用國家的力量引導甚至強迫社会資源進行自救。當然，對於中共這個目前看出來最狠的招數，大家不要着急，因為從內容裡中共100%實施不了，這屬於一個 daydream 白日夢。應該是中共現在上層領導壓迫下面急了比如說傻逼新民告訴說必須得做，養老沒錢，老人死的太多了，社会出現維穩風險然後11個部委就幹這麼一個傻逼事兒，臭招。能不能解決維穩？解決不了。因為現實中所有高齡老人的養老不是普通的，絕大部分都是重度服務需要，臥床護理、醫療護理、失能護理、夜間護理，這玩意兒都是低能老人幹不了的。就是那些60、70歲的老人，就算想做，也就是看看呀，送點飯，幫助買個藥，聊聊天，解決不了任何高齡老人真正的實際需求。而且在这裡面很重要的就是服務的對象都是高健康風險的，你付出哪怕是公益，跟可能產生的風險是巨大矛盾。這些老人在照顧期間，比如說被照顧老人意外死亡，那他的孩子起訴都可能讓你傾家蕩產，這麼嚴重的後果，那低齡老人被槍斃的都不會去幹，體制內的人都不會去幹。所有國家都是一樣的，就是高齡老人的養老關鍵就是錢和專業的護理，這兩個關鍵點，沒有這倆都是扯淡，什麼互助都是扯淡。而中共這次說的互助養老，竟然完全不涉及錢和專業護理兩個核心關鍵要素，就是一個文章法規就把養老責任從政府推到民眾手裡，絕對痴心妄想。那這個事兒幹不了，那為什麼我講危險？是因為這個法規的出台是一種很危險的信號。
这中共呢一貫都是奴役和剝削民众的，但是以前很多，比如說養老的招數，拖延社保繳纳时間，延遲退休时間啊，创建什麼個人養老保險、強制失能險、什麼靈活就業必須交納職工社保險等等，都是在已經有的一個剝削基礎上增加了剝削的概念，最起碼已經有一個剝削條件，比如原來就真的是有社保，中共改了條款而已啊，個人養老失能險全世界都是有的，中共模糊了條款而已啊，原來城鎮職工社保和城鄉居民社保都有，中共只是逼迫大家把城鄉居民社保轉成城鎮職工社保等等都有。這次互助養老危險在哪？獨創了，因為國外咱們都知道，它實際上做這個東西，銀行是一個生產力價值的保存跟使用，勞動力積分銀行，這是這個項目的關鍵。中共獨創在哪？把關鍵地方去掉了啊，那個事兒能實施，是因為政府有資金跟信用擔保，把那個去掉了，變成了一次完全的社會的互助，單純變成低齡老人的自願和非盈利行為啊，中共就等於在這個過程中放棄了所有政府應該承擔的責任。所以那會不會由此政府會出現什麼？以後互助修路、互助維護房屋、互助救助低保、互助救助失業等等，會不會都出現？就是中共这個政府很神奇，收的全世界最貴級別的稅，直接稅、間接稅都收，人家國家收直接不收間接，收間接不收直接，中共都收，還制造了最複雜最亂的一種亂收費制度，然後各種領域中不斷的幹壞事，比如說電動自行車的更換社保制度的改變，無底線壓榨民眾，這已經很壞了。結果掙了這麼多錢，你財政收入有了，你要支出啊，你要給民生服務啊，原來就很少，現在乾脆就他媽放棄了。原來你在醫院什麼就很少給10%，現在你他媽拿了這些東西，你連養老都幹不幹了，全推給社會。所以如果這個信號出現，如果再在其他領域又看到中共出的什麼互助這種相關詞兒，大家知道那就是我講這個東西，中共國的剝削和壓榨就要進入深水區了，也就是他自己的財政體系和內部的政府的內部的爭鬥，導致他把所有收的錢都他媽不能給社會了，不是自己用就是剝削了。然後怎麼辦呢？老百姓的活全給你收走，然後你自己解決自己。所以這我講是一個極危險的信號，聽得明白了嗎？所以現在呢，我們只能說，我們現在要看着這個量變跟質變的速度希望盡快中共政府能夠被推翻，把中共剝削人民的所有財富能拿回來讓華夏這個大地恢復光明。否則這種奇葩的政策出來，看前景太他媽讓人傷感跟震驚了。你需要國家政府幹嘛？錢你全他媽拿了，活什麼都不幹。真的，這個真的是瘋了。大家感興趣可以自己去看看這個政策了。就這個東西能出來出台，真的是無限奇葩的一件事。